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怪现象？过去你身边的人口越来越多，楼盘越建越满，地铁挤得你喘不过气。可最近几年你再看，怎么感觉城市冷清了，商场不那么热闹，甚至你常走的街道，关门的店比开张的多？这是错觉吗？不，这背后是一个惊人到让人背脊发凉的事实。中国的人口真的在大幅度减少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有学者算过一个账，仅过去2年，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就是16到59岁的核心打工群体少了大约2000万。你没听错，是2000万。这个数字相当于2个上海城的人口凭空蒸发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只是开始。联合国预测，到2035年，中国的劳动人口还会再掉一个日本规模，差不多8000万。想象一下，每10个工厂里就要少掉一个车间的人，每10个写字楼就空掉一层。你说这会不会把经济压得透不过气？可奇怪的是，官方口径里说人口结构调整，新闻里强调高质量发展，很少有人敢直说4亿人其实正在悄悄从未来的中国人口图里消失。怎么会有这么大一个数字？这不是危言耸听。我们来分解一下。第一部分是出生率的断崖式下跌。过去几年，全国新生儿从每年2000万掉到700多万，直接砍掉一半还多。第二部分是老龄化加速。60岁以上人口现在已经接近3亿，等于一个欧洲的人口总数。你想想，3亿人要养老，要医保，可创造财富的人却越来越少。第三部分就是年轻人不婚不育的浪潮。根据2023年的民政部数据，全国结婚登记人数已经跌到37年来的最低。你可能会问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但事实是，它已经悄悄影响到你的钱包。你去超市会发现，鸡蛋牛奶的销量不如从前，奶粉企业大规模裁员，学区房价格正在崩塌，就连很多做儿童教育的公司都开始转型做老年人服务。一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像一条河流，水位一旦下降，所有船都跟着下沉。最讽刺的是，这个真相几乎没人愿意说穿，因为一旦承认4亿人消失，就等于承认未来的消费市场、房地产、金融体系都要面临巨大的塌陷风险。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房地产商拼命喊口号，为什么各地政府还在抢人大战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人口红利没了，那些楼盘、债务、就业岗位全都会瞬间暴露。可这只是表面，更深层的恐惧是谁来养活这些老去的人？现在中国平均每3个劳动者要供养1个老人，到了2035年，这个比例会变成2个打工人供养1个老人。换句话说，你和同事拼命加班，可能工资里有一半是用来替社会养老送终的。而这场转变来得比所有人想象的都快。如果说4亿人口消失只是一个抽象数字，那么最直观的冲击就是你身边的消费正在悄悄塌陷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很多商场周末也不再人满为患，曾经一到暑假就爆满的儿童乐园，现在空出一大半，就连奶粉、尿布这些必需品的销售额也在连续下滑。因为没有小孩，就不需要这些消费。一个个小家庭不生孩子，看似是个人选择，但叠加在一起，就是整个国家消费引擎的熄火。再看看房地产，过去几十年，中国经济的支柱是什么？是盖房子。买房的人源源不断，开发商敢借债盖楼，银行敢放贷，政府敢卖地收钱。可如今，新出生人口断崖式下跌，年轻人对婚姻和生娃都没兴趣，还会有多少人愿意买房？现实已经在验证，3、4线城市的房子贴着大幅广告白菜价甩卖，却还是没人接盘。一个冷冰冰的事实是，楼市不是暂时低迷，而是支撑它的人口基础已经被掏空了。再往下看社会层面，人口减少带来的不是简单的少几个人，而是整个社会心理的焦虑。年轻人不敢花钱，中年人背着房贷却发现资产缩水，老年人害怕养老，钱不够，消费低迷，企业利润下滑，就业岗位减少，结果就是恶性循环，没有工作机会，年轻人更加不愿意结婚生子，人口萎缩继续加速。那么财富会去哪？它不会凭空消失，而是会集中到少数能够掌控资源的人手里。有人说，未来的中国将进入一个缩小的人口、缩小的市场、集中的财富的循环。
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可能感受到的是房子卖不掉，孩子不敢生，工资涨不动。但对于极少数掌握核心资产的人来说，却可能是人口减少，反而让资源更稀缺、更值钱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心里一紧，那我们还能做什么？要知道，这场危机并不是几十年后的远景，而是正在发生。人口结构的变化像一场无声的海啸，正在一步步冲击你的生活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今天你走进一家餐馆，发现菜价比去年便宜了，可你却没有食欲点一桌子菜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心里有一个声音：工作不稳，收入不确定，未来有风险。消费不是没钱，而是没了安全感。而这种安全感恰恰是人口带来的。人多意味着需求旺盛，意味着市场有未来；人少意味着蛋糕缩小，每个人都要担心能不能分到足够的一块。中国现在面临的就是这种蛋糕缩小的局面。再往下，你会发现一件更可怕的事：劳动力的消失。过去几十年，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，靠的是庞大的年轻劳动力。他们愿意进工厂、进流水线，用青春和低工资撑起全球供应链。但现在年轻人数量越来越少，很多工厂找不到工人，甚至开出月薪8000也没人来的待遇。与此同时，大量中老年人即将退休，社会要支付的养老金和医疗负担像一块巨石，正压在经济的肩膀上。你可能以为这只是宏观层面的数字问题，但仔细想想，这和你我的钱包息息相关。养老金缺口怎么补？只能靠提高税收或者降低福利。结果是什么？年轻人要承担更重的负担，中产阶层的钱包被不断掏空，而老年人得到的安全感却依旧不足。这就是4亿人口消失带来的连锁反应。再来看财富格局，很多人以为人口减少意味着大家都变穷，其实恰恰相反，财富不会平均消散，而是更快集中。比如房地产，一线城市的核心地段，房子依旧坚挺，甚至可能成为稀缺资产，而边缘城市的房子，哪怕免费送，也没人愿意接手。再比如医疗养老产业，那些掌握优质资源的资本，反而会越赚越多。换句话说，未来的社会将更加二级分化，大多数人捉襟见肘，少数人却在暗中积累巨额财富。这一切听上去是不是很残酷？可这才是正在发生的真实。你看不到4亿人消失的瞬间，却能感受到身边那种一点点收紧的生活压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普通人要怎么在这样的环境里活下去？要如何避免被卷入人口海啸的泥潭？更重要的是，你要如何逆袭，在别人都在恐惧的时候，抓住属于自己的机会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讽刺的现象？明明人口在减少，但房价、学费、医疗费却没有因为需求减少而下降太多。为什么？因为掌握资源的人永远不会让自己亏本，学校数量不会突然多起来，优质医院不会凭空出现，城市核心地段更不会变大，资源被牢牢锁住，而人却在减少。这就意味着剩下的人要么有能力进入资源圈层，要么就被排除在外。这就是人口消失的另一层真相。竞争不是消失，而是更激烈、更残酷。你可能会想，那是不是意味着年轻人就更难活下去？没错。但反过来讲，正因为局势残酷，那些能看清趋势、提前布局的人，反而能在混乱中突围。就像金融市场里的周期，当大多数人恐慌抛售时，少数人低价买入；当大多数人意识到机会时，少数人已经在兑现利润了。那么普通人该怎么办？我总结了3个方向，或许能给你一些启发。第一，别再幻想靠工资过好一生，工资从来都是经济蛋糕里的最小一块。人口减少，经济放缓，企业会更吝啬。靠工资，你只能勉强糊口，更别提养老。唯一的办法是在年轻时就学会让钱生钱，不是说要你去赌博、去投机，而是尽早建立资产意识。房产、股票、基金，甚至是副业，都是工具。关键是你要明白，如果你不主动让钱替你工作，未来你只能被动替别人填坑。第二，学会顺应人口结构的变化。人口消失最直接的结果是老龄化社会来临，那你要想清楚，未来什么是刚需，养老、医疗、健康管理一定是绕不开的。谁能在这条赛道里卡位，谁就能分到最大的红利。不要小看这些产业，他们未来可能会成为新的房地产。第三，建立心理上的长期耐力。
经济下行，社会焦虑，人心浮动。很多人会陷入今天赚不到钱就慌，明天亏了一点就想逃。但如果你能忍得住孤独，看得长远，坚持10年、20年的复利效应，你会发现时间站在你这边，真正的赢家从来不是最聪明的人，而是最有耐力的人。说到这里，或许你心里还有一个疑问，如果真的有4亿人凭空消失，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未来就彻底没希望了？答案其实没那么绝对，人口危机是铁一般的现实，但危机里也有机会。历史上每一次大国人口结构发生巨变，都会带来一场社会重组，有人被淘汰，有人逆袭。关键不是你站在哪个起点，而是你有没有看清趋势，敢不敢在别人还沉浸在旧幻象里的时候，率先调整方向。很多人以为人口问题只是中国的独有困境，其实不然。看看日本，上世纪90年代，日本经济陷入失落的30年，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，劳动力逐渐萎缩，年轻人越来越少，消费能力下降，房产、金融市场全面受压。最典型的一个数据，1991年东京房价达到顶峰，但30年过去，很多人发现买在高点的房子依然没能涨回来。人口减少，需求塌陷，资产价格再怎么刺激，也回不到过去的繁荣。韩国呢，情况更加极端，韩国的生育率长期低于1，去年甚至跌到0.7以下。这意味着平均一个女性连一个孩子都不愿意生，结果就是首尔房价空心化，农村地区荒废严重，年轻人普遍感到未来没有希望，政府再怎么给补贴也换不回新一代的出生意愿。欧洲更是如此，意大利、西班牙都面临严重的人口衰退，很多小镇已经出现了1欧元卖房的政策。听上去很诱人，但其实背后是年轻人纷纷离开，城市功能萎缩，留下的只是老人与破败的街道。这些案例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人口危机不是孤立的，而是全球性的。不同国家的应对策略各不相同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，一旦进入人口下行通道，社会就会开始重组，有人失去财富，有人重新崛起。那中国的特殊性在哪里？首先是规模，日本减少的是几百万、几千万，而中国可能消失的是4亿人，这几乎相当于一个美国加一个巴西的人口总和，规模之大意味着冲击更深。其次是时间窗口，日本的老龄化是逐步推进的，有缓冲期，但中国的人口断崖几乎是在1代人内出现的。也就是说，过去我们还在谈人口红利，很快就要直面人口负担，转变之快，让整个社会几乎来不及适应。第三是发展阶段，日本和欧洲在人口见顶时已经是高收入国家，积累了足够的财富，哪怕经济停滞，生活水平还能维持。而中国呢？我们的人均收入还远没到顶端，产业升级还没完全完成，人口就开始下滑。这就像你还没攒够养老金，突然提前被迫退休。所以中国的挑战远比日本、韩国、欧洲更艰巨，但这也意味着谁能抓住这个转折期，谁就能在未来的格局中站稳脚跟。想象一下，一个社会人口锐减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？不是你以为的多出来的资源大家分，而是资源被集中到少数人手里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人口减少，社会最先紧缩的不是土地，而是机会。举个最现实的例子，教育。人口减少后，表面上是竞争压力下降，但真实情况是，好学校、好老师不会因为孩子少了就增加。相反，顶级教育资源更显稀缺，反而被头部家庭牢牢掌握。富人能给孩子请1对1的外教、海外留学，而普通家庭即使学费降了一点，也没有资本去拼。结果就是教育鸿沟更大，出身差距更难弥合。再看医疗，人口老龄化意味着病人越来越多，但医生护士数量不可能同步增长。好的医院更是排队爆满，谁能优先看病？当然是有钱人，他们可以买国际医疗保险，飞到国外做手术，而普通人只能在公立医院的长队里消磨时间。人口减少后，资源没有均分，反而让有钱人活得更长，穷人活得更累。再看房地产，很多人以为人口减少房价会跌，人人都有便宜房子住，但现实可能更残酷。3、4线城市确实会塌陷，但1、2线核心区房价却可能更坚挺，因为人少了，大家更往资源集中地靠拢。于是富人继续囤在核心区，房子越住越值钱，穷人只能被抛到边缘，资产缩水，甚至人财两空。这种格局会带来什么？社会分层的固化。
过去30年，中国的奇迹在于农民工可以进城，普通人可以通过打拼买房、教育逆袭实现阶层跃迁，但未来人口塌陷让这种通道越来越窄，向上爬的人少了，停在原地的人多了，阶层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开，赢家和输家的命运差距可能比今天还要残酷。赢家活在资源集中区，教育、医疗、金融一条龙配套越滚越大，输家则被困在逐渐萎缩的小城，资产贬值，机会消失，连下一代都没有出路。到最后，社会的样子就像金字塔，底层越来越空，中间层被压扁，顶层更高更稳。这就是4亿人消失的真正威力，它不是单纯的人口数字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的重组。很多人可能会以为人口少了，竞争也就少了，年轻人反而更轻松，但真实情况正好相反。你去想，一个社会的工作机会不是凭空冒出来的，它和消费市场规模直接挂钩。人口多，需求旺盛，企业有动力扩张，岗位自然多；人口少，市场萎缩，企业收缩，岗位反而更少。比如日本，90年代的时候人口还在顶峰，随便一个小城市都有工厂和商店可以招人。可到了今天，乡下的超市一倒闭，整个镇子年轻人几乎没有就业机会，只能逃往东京。结果是，年轻人并没有选择更多，反而被逼集中到几个超级大城市，过着高房租、低婚育率的生活。中国未来可能也会走到这一步，人口下滑意味着3、4线城市机会越来越少，年轻人被迫挤到1线，最后形成几个巨无霸城市吸血，剩下的地方逐渐荒芜。再说养老金，很多人以为养老是国家兜底的事，自己不用担心，但养老金的本质是现收现付。今天在职的年轻人交钱，养的是已经退休的老人。人口减少意味着什么？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少，老人越来越多。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数据，2050年时，中国每2个年轻人就要养1个老人。换句话说，一个打工人交的社保不仅要养自己未来的退休，还要立刻负担上面一大群老人。社保基金的压力会让年轻人越来越喘不过气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专家直言，未来养老金可能会变成稀缺品，不是人人都能拿到足额的。听起来很冷血，但现实就是这样。那么年轻人怎么办？只能多交钱，延迟退休，甚至自己攒养老基金。于是你会发现，人口减少本来该是轻松的信号，但对年轻人来说却是更沉重的负担。这种压力会带来什么？婚姻和生育意愿更低。年轻人一想到自己工作压力大，房价高，养老重担压身，还要生孩子，那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于是人口进一步减少，形成恶性循环。从长远来看，这个循环会让社会变成一种疲惫的秩序，年轻人少而脆弱，老人多而消耗，整个社会像背着沉重的石头前行。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，中国人口的快速消失不只是一个国内的问题，它对全球格局的冲击远比你想象的大。要知道，中国在过去40年几乎就是世界工厂的代名词，无论是苹果手机、耐克鞋，还是一包螺丝钉，背后都有无数中国工人的身影。人口红利就是这场奇迹的底层支撑，但一旦人口基数掉下去，工厂会发生什么？工人越来越少，工资越来越高，年轻人不愿意进厂，生产成本不断飙升。你以为这是企业的问题，其实最后会传导到全球。想象一下，过去10块钱可以买到的衣服，可能要变成15块；过去2000块的手机，可能要卖到3000。供应链成本上升，不仅让消费者买单，也让很多跨国公司头疼。于是，这些公司开始把订单转移到越南、印度、孟加拉国。有人说，这些国家会成为下一个中国，但冷静想一想，他们的人口基数、基础设施、劳动力素质能不能接住这块巨大的蛋糕？数据显示，印度虽然人口比中国还多，但女性劳动参与率不足 25%， 远低于中国的 60%。 换句话说，光是人口多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。越南人口不到1亿，规模远远不够承接所有产业，这就意味着中国人口减少带来的产能缺口，世界很难马上找到替代者。未来几年，全球可能会经历一段制造业真空，物价和供应链都将极度不稳定。更深层的问题是，大国竞争
美国早已把目光盯在中国的人口变化上，他们心里清楚，中国的优势不只是市场大，而是有一支巨大的年轻劳动力队伍。可如果这支队伍快速萎缩，中国的增长潜力会被削弱，美国的战略空间就会扩大。这不是危言耸听。联合国预测，到本世纪末，中国人口可能掉到7亿左右，跟非洲某些国家比都不算大国了。一个国家的国力，从根本上说，还是由人口和经济支撑的。人口一旦塌陷，哪怕科技再强，也会出现断层。换句话说，4亿人口的消失，不仅是中国家庭的烦恼，更是全球供应链的危机，也是中美博弈的变量。当我们谈4亿人口的消失，很多人一开始以为只是数字上的冷冰冰统计。可当你慢慢看到它背后的连锁效应，从婚姻、生育到房价、养老金，再到制造业、国际竞争，你才会发现这是一场全方位的地震。它不是悄无声息的，它已经渗透进每一个人的生活。今天你看到的就业压力、买房焦虑、消费降级，其实都和人口曲线的拐点息息相关，只是大多数人还没意识到这背后真正的逻辑。那么普通人该怎么办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却往往被忽略。第一，看清大趋势，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可逆，你不要再幻想回到黄金年代。未来的钱不是靠跟风，而是靠站在趋势上。医疗、养老、机器人、自动化这些领域会不断扩张，而靠人口红利的行业会越来越艰难。第二，守住资产底线，人口减少意味着房子会越来越多，买房不再是稳赚，相反，优质资产会集中到少数核心区域。你需要学会筛选，而不是盲目冲进2、3线城市的陷阱。第三，投资自己。当人口红利消失，真正的稀缺资源是高素质人才。机器可以取代流水线工人，却取代不了一个能整合资源、判断趋势的人。换句话说，未来拼的不是人多，而是人精。第四，不要盲目恐慌。人口的变化是慢变量，它不会一夜之间把世界推倒，你完全有时间调整。只要你比别人早半步看懂，就能避开很多坑。最后我想说，历史上每一次人口曲线的拐点都会伴随着一个文明的转折，有人会抱怨时代不公，有人却能利用混乱建立新的秩序。今天，当你听到4亿人消失的震撼数字时，不妨冷静想想，这是危机，也是机会。未来属于谁？属于那个敢直面真相又懂得顺势而为的人。